我每支 YouTube 影片从灵感出现到发布都要经过16个步骤，是一套我自己打造的制作系统，帮助我稳定产出和创作内容。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捕捉灵感。我建立了一套灵感捕捉系统，我主要使用2个工具 iPhone 的 Action Button 还有 Reminder。每当我有新点子的时候，不管是在走路、遛狗、看影片，还是读文章，或者是跟朋友聊着天冒出来的灵感，我只需要摁一下 Action Button 说出我的想法，就会自动转成文字记录到 Apple Reminder 的 Capture 资料夹里面。如果是看到有趣的文章、影片或者是社群贴文，我会立刻截图下来分享到我的 Reminder， 并且加上一个标签影片灵感。伟大的作品往往来源于灵光乍现的小点子，抓住它就是创作的第一步。我每周会花30分钟整理这些我在 Capture 资料夹中的灵感，把它们分类成立即可做的影片主题、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、未来可能的主题，还有不适合的主题。确认了立即可做的影片主题之后，第2步就是把它变成真正的影片项目。这个时候我会使用 Milano 这个工具，我在 Milano 里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影片制作模板，包含了从脚本到上线推广的所有阶段。每次有新的影片项目的时候，我只需要复制这个模板，就能立刻进入制作模式，不用再重新思考整个流程。不好意思，最近感冒，声音有点奇怪。接下来第3步是画封面草图。为什么要在内容还没做之前就先设计封面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封面决定了观众会不会点击你的影片。如果是做 YouTube 长影片的话，那封面的重要性可能占到了50%，因为封面等于点击率，点击率又决定了 YouTube 的演算法是否会推你的影片。当然了，除了点击率以外，还有留存率、影片长度等等，都会影响演算法是否会推荐你的影片。那第4步就是写脚本大纲。我会先把脑中杂乱的想法跟 ChatGPT 说。那因为我提前设定好了一个定制 GPT， 所以只要我把脑中的想法跟 GPT 说，它就会自动的帮我列出一个大纲。如果你想了解我是如何设定这些自定的 GPT 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或者是影片描述栏处回看我这个影片，里面有详细的教程。那有了影片大纲之后啊，第5步就是写初稿的脚本。我会先把在 GPT 里写的大纲复制到 Google Docs， 这个时候我会详细的写脚本初稿，用我自己的语气、经验、例子，让整支影片听起来像是我在跟你聊天。是的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我希望每个影片都有我个人的风格，包含我的口音啊、语气啊，还有不好笑的笑话，让观众感受到是一个人在跟你交流，而不是 AI。 写脚本的这一步通常是我最花时间的一步，不过我也知道有些创作者是不写脚本直接 freestyle 的，那这个主要就是看自己喜欢呢。我自己是一定要写脚本的，是因为我本身的表达能力很一般。那在脚本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30秒要吸引观众看下去。如果观众在这个阶段放弃观看的话，那演算法就会觉得这个影片留存率太低了，不值得推荐。那在第6步的脚本优化阶段，我会使用 Claude。 我个人觉得 ChatGPT 比较好的是它可以提供创意的方向，而 Claude 则更擅长去做细节的优化还有语言的润饰。我会把我写好的初稿丢进给 Claude。 第7步是确认最终的脚本和分镜规划。我会在脚本的右侧加上一栏，详细标注每个段落需要什么样的 B-roll。 第8步我会录制 A-roll， 就是我对着镜头讲话的这个画面。通常我会录制开头的 hook 和结尾的部分。如果你想知道我用哪些器材进行拍摄的话，我会在影片最后部分介绍我拍摄的器材。那拍摄 A-roll 部分，我通常会把整个脚本分成几个段落来拍摄。我发现如果要我一次性的录完，我就会很容易疲倦，但是如果是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来录，就比较有成就感，不会觉得一天的工作量很大。第9步是录制旁白。那如果整个影片都是我对着镜头讲话，就会很无聊，所以脚本的大部分其实我会选择旁白的形式，再加上对应的 B-roll 辅助画面。那有了脚本的完整音频之后啊，基本上这个时候影片就完成了50%了。开头的 hook、中间的旁白还有结尾的互动都弄好呢。第10步就是准备 B-roll 素材。我的 B-roll 来源主要有3个，第一个是根据分镜脚本拍摄特定的画面，第二个是在我的素材库里面，我用的工具主要有 Frame.io 还有 Ego。 那 Ego 里面呢，主要包含了我平常收集的一些影片素材啊，还有图片。另外它里面有一个分类系统，可以让我能够快速的找到适合的素材。
材。比如说当我需要一个专业的科技类动画的时候，只需要用这些标签搜寻就能立刻搜到合适的选项。第三个是萤幕录影，软体操作、网页浏览等技术性的内容。那萤幕录影我用的工具是 Focusy， 我会用它来录制一些教程内的 B-roll， 它会把录屏的素材优化得很好。比如说我提前设置好了一个模板，可以设定尺寸、录屏的背景、鼠标指针的效果，还有比例等等，甚至可以把你的键盘按键都标注出来，也可以加上水印。那本期影片提到的工具我都会放到影片描述栏里。第11步就是根据分镜的脚本拍摄特定的画面。那现在所有的素材都准备好了，第12步就是剪辑。我主要用的工具呢是 CapCut， 我在 CapCut 里面建立了一套模板，包含了我影片的黄色进度条、我的 IG logo、音乐结尾的 end screen 和 overlay， 这些都在我的模板里面。新的影片只需要复制这个模板，导入素材就可以开始剪辑了。我目前影片用的音乐主要是来自于 YouTube Audio Library 和Upbeat 这两个平台，都是免费的，也很适合入门的内容创作者。在导出最终版本之前，第13步我会先保存一个无字幕的版本。第14步就是导出一个完整的版本，包含了字幕的 SRT 档案。我还会另外导出音频版本，命名规则是影片标题，然后加上 master 档，无字幕，加上日期。清楚的命名规则让我随时都能找到需要的版本。最后我会把这些档案都上传到云端进行储存和备份。第15步我会根据步骤3画的手绘封面草图，再搭配拍好的影片截图，做3个不同版本的封面。那封面制作我主要用到2个工具，一个是 Figma， 一个是 Canva。那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，就是写影片的标题和描述。我会把在步骤14下载的字幕文档上传到 ChatGPT， 让它根据我的字幕文档帮我想10个标题，还有影片的描述和关键字。影片描述里会有几个元素，第一个是时间戳，标记影片的重要段落，让观众能快速跳到感兴趣的部分。第二个是相关工具的连结，第三个是往期影片的连结。那我主要的拍摄器材呢，就是 DJI 的 Pocket 3，基本上我频道所有的影片都是用它来拍摄的。我之前做了一个对比测评各种便携相机的影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描述栏的往期影片里面找到。那麦克风呢，我用的是 DJI 的 Mic 2， 还有 Mic Mini。Mic Mini 我放在了这个手持的麦克风里面，其实它里面是 Mic Mini， 然后用这个套子这样盖上就可以拿着，像一个麦克风一样。另外我用的麦克风呢，还有这个 DEITY 的 VO7U 的麦克风。那 A-roll 的话呢，我其实是用的幽兰子的一个架子，把这个架子放在了我桌面上，然后上面架着我的 DJI Pocket 3，这样我每次拍摄的时候只要开一下 Pocket 3就能立马拍了，因为位置都已经固定好了。那如果是手机三脚架的话呢，我用的同样是幽兰子的这个型号，再加上 Small Rig 的 MagSafe 的磁吸，就可以让我很方便的把手机吸在上面进行拍摄。那如果是出外景的话呢，我买了一个 Pocket 3的带磁吸的外壳，可以很方便的吸在购物车上拍这种效果。还有一个我会拿的就是这个 Magic Arm 吧，应该是叫做，也是刚刚那个 Small Rig 的牌子的。它是怎么用的呢？比如说行李箱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把它夹在这里，它有一个夹子，比如说夹在这边，这样夹住了，很稳。然后这边它这个可以旋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同的角度，你可以怎么拍都可以。这个就成了一个三脚架。那刚刚放在手机上面的这个，本来是放在三脚架上面的，你就可以把它拆下来放在这上面，因为这个角度是可以转。然后这个时候把手机嘣贴上去，就可以开始拍东西，这样子拍出这种效果，推箱的效果。那出去外面呢，我通常会带上这个，它就是一个小的三脚架，加上一个 MagSafe 的可以磁吸手机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挂在 DJI Pocket 3上面的挂绳，我就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亮，这样就应该不会忘记。那以上就是我制作 YouTube 影片的16个步骤，其实每一个环节单独拎出来都足够拍成一支10分钟以上的教学影片。如果你对某个步骤特别好奇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挑选大家留言最多的主题，录制一支更详细的影片。如果你想要看本期影片的文字版，
包含所有步骤我用到的软体还有工具清单、网站还有资源的话，订阅我的电子报，连结在影片的描述栏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可以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Braden 布莱登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